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个双卡拆解啊，正好手里呢有2张7900XT 的 TOF 啊 TUF。去年吧，我们做过好几期关于这个7900XT 的视频啊，什么热点温度高啊，什么螺丝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有兴趣大家可以翻一下，反正都是不太好的案例啊。这个总说人家 AMD 的不太好啊，今天这2张卡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，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。我感觉啊，这个可能这2张卡应该就是单纯的硅脂衰减了导致的。这个卡不得不说啊，这个卡是真的大，我来比一下看，哇塞，这感觉比我这个乱拳的手臂都要长，好家伙了啊！为什么说这个卡它这个是单纯的硅脂衰减呢？你看，首先第一点啊，这个电路板，哎，大家能看到吗？笔直。真的是笔直啊，这2个卡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非常笔直。还有一个就是上期视频我们说那个螺丝柱啊，在电路板上它压不到底的那种情况，在这2张卡上也都是看不到的啊，它压的是严丝合缝啊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细节。你只有这个螺丝柱它压到底，那散热器才能平稳的贴合在这个电路板上啊。如果说你这个螺丝柱都压不到底的话，那这个散热器肯定是在上面，它有轻微的这个矿量的啊，那散热器泄压，那就会导致核心那边的热点温度异常啊，或者温度异常等等这种各种情况出现。你看这张卡，它的非常严丝合缝。好，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先上机测试一下，看看这2个卡表现如何啊。我们给它们分别编了号了啊，有个贴标签了。好，这个测了有这么一大格了啊。现在核心温度呢53度，热点温度84度，热点比核心高了31度，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温度啊！按说不应该啊，这显存温度呢，这时候去到86度，但是风扇转速呢只有50%，大概1600转啊。这个散热器它无比的巨大嘛，是吧？现在我们的室温呢大概是23度多啊。如果只是跑一个简单的小甜甜圈，它都能有30多度的温差的话，那我觉得跑游戏它可能会更高啊。我们用那个悟空的那个测试，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啊。果然啊，在这个界面停着的时候，它会去到小40度啊，39度、40度啊，甚至还能看到41度的，就是热点温度和核心温度的温差啊。功率呢370多瓦，我们也确实是开的那个性能模式啊，这个不是说那个没开性能模式。这个温差就有点高了啊，40度就有点高了。在这个7900XT 这个时代的时候，它还是和风扇转速强相关的。现在的风扇转速是1900转，2000转。好，我们看看第2张显卡。我们紧接着看一下这个第2张显卡啊，这个温度表现比第1张好像还要更差一点。核心温度51，热点温度87，风扇转速这时候去到了54%，1800转，啊，比那张卡温度还要再高一点点啊。下面我们再看一眼黑猴。好，这个黑猴停在这个界面的话，它这个核心温差呢也是去到了40多度啊，也是比那张卡好像再略差一点点啊。就我们这个测试平台是不是这个显卡来这儿都比较恐惧啊？好，下面呢我们就拆开第1张显卡，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情况。因为2张显卡呢一模一样，我们肯定是先拆第1张，然后完全做完之后再拆第2张，以免把你这个配件给搞混啊。肯定我们连一颗螺丝都不会给它搞混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开拆。这个卡呢虽然看上去非常的虎实啊，这个超级巨大，但是拆解我们目测还是比较简单的啊。它这面有2个螺丝，这个和这个是锁着这个散热器外面这个壳的，要把它拆开，然后后面背板上能看见螺丝全部拆掉，应该就分离了。所以你看这张卡的话，除了锁核心的这个支架之外，它在这个核心的4个角上吧，大概方向4个角上还有各1颗螺丝啊，然后把这个散热器和这个主板上紧紧的扣在一起啊，4个角，中间4个，外边4个是吧？然后这儿还有2个，这个受力是比较平衡的哦。这儿还有2个螺丝。就是这个卡
它这儿有排线，所以我们只能是从这边开始开啊。OK， 这有2个排线啊。这有2个这个排线啊，一摁就能拆开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显卡的规制，我觉着可能确实是看上去不是太好啊。像这个角是吧，这已经没什么规制了，这个角，然后其他地方呢也不是太多了啊。像这几片也差不多啊，也差不多，它这个规制还是比较摸一把啊，几乎没有什么规制了啊，比较稀的。好，我们给它换一换，我觉得问题可能就在这儿了啊，这个卡应该不至于散热器有问题吧？有人可能会说这显卡不是 VC 啊，那肯定不如那个 VC 就在均衡板那效果好。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，这么大的一个散热器，比那个台式机 CPU 那个双塔散热器这个体积算可能都要大啊。那这种情况下，这个 VC 不 VC 了，其实我认为意义不太大。你这个热管可以无限的去加热管是吧？甚至还可以加粗那个热管。但笔记本上可能那大面积的 VC 反而是更有效果一些啊。在这个台式机上，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。好，我们来测一测这个导热垫片的厚度吧。就是这个显卡这个东西吧，有时候就是散热很好的显卡，这个背面这个垫片啊，你换它不换它，可能是真感觉不太出来区别。如果说是散热不太好的显卡，你在背面给它加垫片，换点好一点的垫片，背面又是金属的，还确实是多少有一点点用。这做的严丝合缝的啊！大家如果说自己想换一下这个垫片的话，背面那个其实没必要换啊。我们既然做了，就做个彻底的。OK， 背面这个垫片还是用的很实在的啊！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华硕这显卡背面的垫片比前面的垫片好呢？来看一看，背面是一种灰色的超软的那种垫片啊，就类似于我感觉是类似于30系的那个显卡上用的那个垫片啊，还是不错的这个垫片。正面用的是这种白色的垫片啊，胶性很强，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硬的一个垫片啊。这种白色的一般来说它的导热率是要低一些的啊。这个操作没看懂。好，我们也量量背面。好，它背面这个垫片呢都是2.5毫米厚的啊。就是这卡虽然用的垫片量不是很大啊，背面2.5用的还不少。前面这个你看，1.5、2、1.25、1.75，用量不多，种类不少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拆啊，把这个鳍片和下边那个风扇的反面，我们给它清清灰啊。它是这边有螺丝，哎，这个结构你想把它这个中间的散热器芯拆下来，还有点周折啊。我这么长的吗？2个长的，然后翻过来，这边这有3个。这是一个外框，然后这是里面的中框。就拆到这儿之后啊，就没必要再把这个拆下来，因为它有好多的线都在上面，卡扣里塞着呢。你这个拔来拔去的并不太好啊。你想清理风扇更好一点，哎，把风扇这3个螺丝给它松了，把风扇翻过来清理干净了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把这给它清理清理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来清理清理。OK，
后我们就可以清理一下这个垫片了。哦，明显这个电感这发热是比较大的，你看这个垫片，哎，硬了。显存这反正是没什么压力。哦，这个位置不亮，这不是我擦不下来啊，它有点氧化了。华硕这个垫片也是有油的，你看这黑色电路板就很容易看出来，但这个不多啊，真的不多，多的那些都凝成油珠了，都是吧？好，就这样。还有一块。OK， 好，下面我们给它贴上垫片，一步步给它合拢。OK， 就可以合上去了。还得是华硕，看这还有定位销呢，一头一个，看，绝对不偏。好，我们再给它来一片这个7950啊，因为7900 XT 它这个核心啊，它这个边缘你看非常的圆润，倒了角的，然后并且正面它有7个核心拼一块的，它是有一点点小缝隙的，能使手指能摸出来，所以相片片用我们之前那种指甲划个印的方法可能不太好操作啊，我们这次换一个简单点的方法，就是比核心小一圈，我们还是减大了，再小一点。还是大了 ，OK， 哎，剪到最后剩这么点一块啊。好，美工刀，哎。很完美了啊！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合上散热器了。OK， 轻轻的啊，轻轻的这样贴合一下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我们来上机测试一下。好，现在跑了有个9分多钟了啊，我们稍微跑的时间长了一点点。可以看到现在的核心温度呢61，热点温度77，热点温度只比核心高了16度，16度。这代表什么？这是 AMD 洗白了，这不是7900 XT 这个核心有问题，不是，这个很好，你看16度、17度，是不是？风扇转速这时候才39%，
啊，显存温度已经去到了88、89度了。当然，因为这个风扇转速比之前的话低了个500转，换之前的时候风扇转速去到了1500转。好，下面呢，为了对比的更公平一些啊，我们把风扇转速呢手动给它拉到50%，再来看。好，这个风扇拉到50%呢，又跑了大概这么一格了啊。核心温度和之前一模一样，都是53度啊。室温的话呢，也几乎是一样的。唯独就是热点温度降了大概15度啊。现在的核心和热点温差呢，只有16度了啊，甚至有时候你看能看到15度、16度的这个核心温差，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啊。这个核心温差没有问题。说明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个硅脂它衰减了导致的啊，这个覆盖的不均匀了，有部分呢是不传热了。显存温度呢，照比之前低了个2度，这个我是很诧异的啊。在30系时代的时候，就3080、3090那种显卡 DDR6X 那个显存，你只要一换那种好的垫片的温度，哐当降个10度20度，非常轻松。嘿，刚说完它82度了，但是到了这个 AMD 这个配套这个显卡，它这个显存温度啊，就是不怎么降。之前我们发那些视频的时候，有个网友说的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，有可能跟它这个颗粒有关，什么三星了、海力士了、尔必达了什么的，可能各家擅长的不一样啊，有家的显存它就是温度稍微高一点。好，我们再看看黑猴。好，这个黑猴简单跑了跑，然后现在的这个核心温差只有23度了，啊，照比之前那个40度也低了个10大几度啊。还有就是这个风扇转速现在只有42、43，就1300转的样子，照比之前那个2000转，要噪音低了很多很多啊。这个就非常安静了，它这3个超大风扇在这呼呼吹，很安静，这个状态就比较理想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第2张显卡。这个第2张显卡改装完之后啊，它这个温度啊和我们第1张显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改完之后的这个温度。温差呢都变得很小，16度、17度这个样子。当然有一点点温差呢，可能跟我们的室温波动呢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黑猴也是这2张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了吧？这个核心温差呢都做到了20度、22度左右啊。对于 A 卡来说，打游戏状态下这个温差应该是很不错的了。那么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7900XTX 这个芯片呢，它不是做不好啊，这个核心温差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